TFSA 里面它是不用交税，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福利，就是从20-30万到170万，让他一分钱税也不要交。政府给个人退休储蓄的两个工具，一个叫做 RRSP， 另外一个呢是叫做 TFSA 免税储蓄账号。TFSA 呢，它是你买的那一年，它是不能够从你收入里面来抵税的。但是呢，免税储蓄账号里面的增值不用交税，取出来的时候不算收入。这个呢是从2009年开始的，最早的时候呢是一年是5000块的额度，到今年呢是7000块，它每年呢会调整一些。今年的话，你就可以存7000块钱到自己的 TFSA 里面。事实上，你是可以把这个 TFSA 里面钱取出来的。取出来了之后呢，在第2年你可以放回去，所以它跟 RSP 有这一点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这个额度还在，你取出来的时候，额度在，额度没有消失。额度是在的，也是，但是也是一直积累的。也是一直积累的啊。就是你比方说，如果你前面一年没买的额度，那么未来是每年都在累计啊，是可以再买的。那么我的理解就是说，比如说我有10万块，如果我存到银行里，我每年有多少利息，这个利息还是要交税的。是的，但是我如果放在 TFSA，这个就不需要交税。是的，这个钱就不需要交税啊。比方说哈，你说我一年放个几千块，然后呢，我放了5万块钱，放了8万块钱在这个 TFSA 里面。如果你买到一只成长特别好的股票啊等等啊，它变成30万、50万了哈，这个钱是不用交税的。所以不光是存到银行里，就是你在这里面的，你比如说你的 TFSA 里面有5万块钱，你可以拿去炒股。是的，或者是买什么，里面所有的收入都是免税的。但是呢，有一点哈，如果你要是炒股，天天炒，有这样的案例呢，税局认为你滥用了 TFSA 哈，你不是说一个免税储蓄账号，你是从事了一个炒股的职业啊，这种情况下他就会认为你都要交税啊。但是比方说你买了一只股票就放在里面，你不动它啊，或者买了几只基金啊什么等等啊，它涨了很多，那这种的情况下它是免税的。可以涨得很多，还是免税的。对，这样说的话，它就好处很多了。因为我一开始理解只是跟银行的利息比，不是的，对，有可能会差很多的，对。所以这个 TFSA 里面它是不用交税，这个事实上是非常好的一个福利哈，并且呢，它不像大家平常想的，我只能在银行去开个账号，事实上呢，它是可以做投资哈，买股票啊、基金啊都是可以的啊。你比方说我们的一个客户的啊，他呢在 TFSA 里面呢有20-30万啊，前几年，后来呢把这个20-30万呢不到200块钱的时候就放到特斯拉的股票里面，后来在特斯拉差不多700-800块钱的时候就把它卖掉了，所以这样的这20-30万呢就变成了差不多80万左右。从这个特斯拉股票卖出去之后呢，又去买了一个 ETF 的基金，后面呢涨到了差不多170万啊，就是从20-30万到170万，让他一分钱税也不要交。这个很厉害的，这个就是对。如果不知道这个东西的，那其实他要这来回就差了好多钱，那就要交很多税，对。